伊朗一直以来，他采取的是你对我提升到什么层级，我用什么层级来回击你，毫不犹豫啊，甚至呢会再扩大一点。到现在为止哦，已经是70几波，我都搞不清楚了。还有能够去提升飞弹打击能力，以及新型的飞弹打击这么精准的这个能力，所以就告诉美国，你持续再提升相互的攻击的话，我其实还有更大的这个力气在后面。伊朗这一回是踩了以色列的红线吗？原因是他首度的攻击了核设施，又或是外界所称的核武库哦。那么根据伊朗这边的飞弹最新的了解呢，它的射程已经可以冲到4000公里了。今天也会关心到另外一款射程达到3000公里的飞弹，这个是苏马巡弋飞弹在列。而伊朗最新针对以色列的这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00人受伤哦。伊朗说了，现在包括了伦敦、巴黎都在他们的威胁范围之内，中东战火全面失控。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了。伊朗的新一波的这个攻击，指导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区，尤其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城市了。这2个城市包括了阿拉德跟迪莫纳。接连中弹，并且也攻击到它附近城市旁边的核设施，也就是外界也在说这边根本就是核武库吧，等于是说踩到了以色列的红线吗？这一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以色列南部许多人受伤，高达100人受伤。以色列最核心的这个核研究核心区域是可以说是首次被锁定了。其实呢，我们看到针对这一波攻击，以色列的民众到现在还是相当的恐惧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当时听到了飞弹来袭到爆炸前后非常的快速，不到30秒的时间而已，炸药的威力实在大到他们躲到了安全室里面都还可以感觉到快要被震飞，还有大量的烟雾粉尘瞬间灌进到室内。原先以色列的人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战争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的，现在终于开始感觉害怕了，感觉战争就在自己的身边了。我们持续看到针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击，以色列军方承认说没有错，我们真的拦不住来自于伊朗的飞弹，而外界包括了以色列的民众也在怀疑说，以色列的铁穹或者是这一些防空系统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呢？而外界也认为呢，这一座设施可以说被视为是中东唯一的核武库，只是呢，以色列到目前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拥有核武。再来看到伊朗的部分了，它是不是有一个飞弹库，而且修复的非常的快速呢？伊朗拥有庞大的地下飞弹城，这来自于 CNN 的报道。即使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空袭摧毁了7成这个飞弹城的这个路口，但是呢，他们伊朗的修复速度是非常快的，48小时内就能够立刻的修复完成，让空袭他们说变成了一场打地鼠式的战争，怎么样打都打不完。而以色列呢，针对伊朗的这一波攻击是立刻展开了报复，针对于伊朗的核设施也做了攻击，包括德黑兰当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这也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消息。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伊朗的飞弹已经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库的周边了，是在测试核门槛吗？下一步会不会就是这个核心的设施？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全面开战，尤其是动用核选项吗？杨老师怎么看？伊朗在3月21号针对以色列南部的这2个不是很大的城市进行飞弹的攻击，2枚飞弹。那因为着弹点距离以色列的核子就是等于是核弹的基地大概只有13公里，我觉得是3个意涵第一个，其实它是报复性的还击，因为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叫纳坦兹的核设施，差点也打到了核设施的主轴。那当然第一时间，联合国的 IAEA 也指责，这就好像在俄乌战争当中那个就是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一样的道理。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先被攻击之后，伊朗第一时间攻击以色列的核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报复性，就表示伊朗还有报复的能力。那这是伊朗一直以来也就是他采取的是你对我提升到什么层级，我用什么层级来回击你，而且毫不犹豫甚至呢会再扩大一点。
最早的时候是以色列先在3月17号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谈过。然后在3月18号、19号，伊朗就针对海湾国家的油设施、天然气的设施做回击。以色列海法港口的炼油厂也被打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3月1号又再次提高，以色列先打伊朗的核设施纳坦兹，然后呢，伊朗就回敬这个这个叫做迪莫纳跟阿拉德这2个地方，然后也造成将近100个人轻重伤。这第一点，它展现它有打击报复能力。第二点，那就是它也展示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是70几波，我都搞不清楚了，还有能够去提升飞弹打击能力，以及新型的飞弹打击这么精准的这个能力。所以就告诉美国，你持续再提升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话，我其实还有更大的这个利器在后面。昨天3月22号，伊朗也公布了他们当时发射，就前一天发射这2枚飞弹的那个发射的那个影片大概那个飞弹可能都长达10几公尺。那个影片在媒体上也都显现出来。第3个理由呢，我觉得就很清楚。一直都是在传以色列可不可能会用核弹攻击伊朗。以色列的核子，事实它是一个事实核武国，也就实际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因为它从来不做核子试爆，它也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所以它没有做过核子试爆。那全世界都知道它有核子武器，多少呢？大概估计至少90颗到400颗之间，多少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对。那但是呢，它也有陆基是发射井还是轨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它也有海基，也有就是空中轰炸的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会有这个弹道飞弹，中程的弹道飞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展核武之后呢，他们发展弹道飞弹要用数量的方式来去制衡来去吓阻以色列的核武攻击。这一次，我觉得他也就是伊朗警告以色列，如果你用核武提升了核武的话，我其实知道你的核武的这个发射点，那我也具有打击你核武这个发射点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表示说，其实在这3个层面呢，我觉得伊朗都展现出真打了现在已经第4个礼拜了。第24天了，伊朗仍然还是有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以及精准打击，以及在警告的这个意味。好，针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很明显、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说，除了在飞弹的数量上，伊朗有很足够的数量之外，另外其实射程也是足够远的。我们要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以色列说的，他们认为现在伊朗拥有的这个飞弹射程高达了4000公里哦。那其中还有一款叫苏马的，这一款是高达了3000公里，代表伊朗已经跨越到准洲际打击能力了吗？我们也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包括它的命中率、突防能力跟它的弹头威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们来看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在跟伊朗画红线，可是呢，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它有站在红线之后吗？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啊，3月17号，其实以色列就已经攻击了伊朗的这个布希尔这个核电厂，而且甚至连国际上都已经帮他们把，如果打坏了它的微主体的话，所可能产生的核辐射，那这个核辐射呢，直接影响的是海湾国家，而不是伊朗本身。当然，伊朗本身也会有了。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核设施的部分呢，那这个核设施呢，的确是以色列的部分。那这以色列的部分之前的核设施，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法国协助制造的这一个核研究所，但是这一个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这个是新盖的，而且还在制造之中。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现在这个伊朗它的一个打击能力的话，其实也就是它攻击了迪亚哥加西亚岛。迪亚哥加西亚岛其实是在印度洋里面的一个小岛。那以前呢，攻击伊朗都是从这里起来的 B-52或者是 B-2轰炸机。那如果我们来看每日电讯报的时候，那它就会直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岛其实不大，但是呢，它在这一块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军事设施。那这一次呢，真正令大家所惊讶的是他打的射程。他打的射程其实距离大概，如果我们从伊朗的南边一直画到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话，是3862公里。那这一个，那也已经超过大家以往的认知。以往大家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个流星1号、流星2号、流星3号的，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卡达尔，以及现在之前大家讲的尼什，其实都没有这么远的射程。那这个飞弹呢，大家相信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之前大家常常提到的这个霍拉姆沙赫尔的这颗飞弹，这颗飞弹当初告诉大家的是重量1.5吨这么重的黄色炸药，当初讲的射程是2000公里，现在我们看到的接近4000公里，伊朗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是大家觉得最为困惑的部分啊。那至于说，其实还有苏马的这种巡弋飞弹。那苏马的巡弋飞弹呢？其实我们讲到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同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创造所谓的饱和攻击。那再配上这一个我们讲到的见证者无人机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飞弹其实就长得跟战斧巡弋飞弹非常像。如果我们来看它所画射的距离来讲的话，那它也是超过了3000公里，但是它还是打不到迪亚哥加西亚岛。所以其实这一次攻击的不是这个部分，可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是不是可以打中迪亚哥加西亚岛嘞？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一颗它是中间失效，另外一颗是美军直接发射标准3型的飞弹拦截。标准3型飞弹拦截是如此啊，也就是它是平行对撞弹道，也就是它不是中途，它不是从中间这样子横的拦截，它也不是尾追，它就是平行对撞。那如果平行对撞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到以前美军的测试，这是美军的测试，也就是它都已经即将到达了这一个目标的时候，它才会发射。因为它就近来讲，它的射高在300公里，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次遇到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假设它可能有这个直接攻击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能力，而且大家很怀疑说，这一个伊朗是不是有这个太空实力？的确是有的啊。我们来看上一任的川普，他那个时候还在用脸书啊，他就直接讲说，美国并没有卷入伊朗塞姆南的1号的这个发射场，这个发射场上面的那个火箭直接引爆。那美国这个时候，川普直接的我们看到这是在2019年8月30日，他直接切割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后来这一个火箭成功发射了没？成功发射了。它带着是间谍卫星，我们看到这个间谍卫星叫做海雅姆的这个卫星，我们看到它拍了这一个美国乔治亚州的这个核电厂，它拍的这个解析度，其实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星球实验室不相上下。那它的照片也就是这一张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来看伊朗。其实给了大家太多的惊吓，因为大家不知道原来伊朗这么厉害。好，我们看到其实伊朗的飞弹是来势汹汹，除了刚刚特别看到的数量的优势，还有它的饱和攻击跟它的射程相当的远之外，我们看到这一波的攻击，以色列它的铁穹或者是它的防空系统是拦不住伊朗的，这是以色列自己官方也出来证实的。另外呢，他们想要去打这个伊朗的地下的它的基地飞弹基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48小时内它可以在被攻击之后又快速的修复好，这样看起来像是打地鼠，永远都打不完，谁会先撑不下去？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才有讲到说伊朗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但是我用厉害来形容，我倒不觉得它有多厉害。以全世界的军武来讲，第一名当然是美国，可是当你虚张声势，看起来牌很大，你发觉你的后排，整个的牌是非常小，而且后勤无力的时候呢，虚张声势，你终究呢，最后呢，你牌大声小，最后呢会死得很难看。
因为你用吓人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你会发觉，慢慢的人家会帮你看穿。尤其一个勇敢的人呢，他不会示弱。我现在要讲的，他最主要是，我觉得战法不一样。第一个，我觉得川普打的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粗暴的战法，而且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一开始就要重击你。这种传统战法呢，你用你昂贵的武器，在短期好像看似会赢，可是你知道这个刚讲到为什么会有地鼠战法、地鼠理论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伊朗打的是一个我觉得属于的细腻的战。这个国家文化已经蛮持久，一个波斯帝国到现在2000多年哈，这也是有民主自信心的国家。这个国家地大人多，你要知道，当他的这个所谓的真实要承诺他的真主哈，这个我们叫真实承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领袖其实已经去中心化到所有的可领导之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个就是反击。当反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战术就是。边打边造，你会发现他后勤实力是够的，因此就叫地鼠理论，打下去又跑出来，打下去又跑出来。在这时候，美国慌了。还有一个呢，其实刚刚也讲到，其实伊朗打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反击的战术，所以从战略来讲，他边打边造是一个这个叫攻防战略，他的战术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击。今天他们打了这个伊朗军事基地，他在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他油田，他在打你油田，打你天然气，他打你天然气。非常清楚的，他已经告诉全世界说，我今天打的就是跟美国相关的或者以色列相关的所有的设施或基地。今天其他的国家我完全不想得罪，即便是赫姆斯海峡还没有完全封锁，我现在封锁的就是跟美以有关的，只要来跟我报道有通联的，说你是其他国家，能放就放，像中国、印度，他还是有放啊，一天100多艘，他多少每天这样有10艘左右还是放，他会看情况，只要你声音好像要支持美国的，他就要帮你搁住。我觉得他这种。反击战术非常厉害，而且他用了一个智慧的做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细腻战术，不像川普的粗暴，因为他是由小放大。你可以看到，所以由小放大就是说，其实军事实力是不对称，美国强，可是以军武昂贵这么的尖端昂贵的武器去跟伊朗打，你会发觉他一开始用2、3万的无人机。那么的量产的无人机，价钱便宜啊，价低量多，打到你的所谓的铁穹也好，爱国者飞弹也好，所谓的萨德也好，你会发现用几百倍的这个昂贵武器来抵挡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再好的防弹衣打久了就要丢掉，人家便宜的子弹就打到你防弹衣都不够了，所以它铁穹也灰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战术战略，现在伊朗打到人家会怕，所以他由小放大，而且预有了实力。它的后勤补给也够，所以我觉得现在打到最后一个东西叫核。我跟你讲哈，当你去一直威胁他打核的时候，虽然它只有60%的所谓浓缩铀的制造，它打不出核弹。重点，它可以做出一个散布核，让这个核散布，然后影响到你整个以色列，让你也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所以呢，你不要惹它的核，它就不会去把它，即便还没有完成熟的核去影响到你。所以如果川普讲了48小时，你再不听话，我就要收复你的时候。这时候伊朗还是不会低头嘛，已经很清楚，这时候世界毁灭。我跟你讲，这所谓的不对称战争，最后输的最惨的还是川普。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尖端昂贵武器的不对称，这个价值的不对称；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称，全球经济受到拖累。他现在要把全球都拖进去，你知道吗？他的北约国家，他的所有的盟友，甚至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很难相信他了。他甚至要阿拉伯国家所有人来帮他去打，所以他会拖全球下水。这个所谓的国际声誉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也出现了，这时候伊朗好像越打越有声誉，而这个所谓的美国在全世界不对称打下去，而这个霸主80多年霸主，可能就这时候呢就敲起了霸主的丧钟。美军的乌代德基地最新消息被炸了哦，那么以色列防空神话真的破功了吗？今天会来做关注。另外，现在伊朗的最新战术被指出使用的就是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战术，慢慢的放血，美国霸权撑得住吗？今天节目我们特别来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请来宾会帮我们来特别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美军现在中东最核心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也被击中了。以色列的防空神话破功了吗？再来要关心到是伊朗这一回打的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美国会不会被放血到虚脱？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了。现在呢，川普这边的弹药虽然他嘴上喊说是无限的，但是盟友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已经开始做焦虑了。亚洲会不会因为川普去帮了中东而被暂时放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的震撼消息哦，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美军的在中东最大的战略枢纽卡戴德
这个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遭到伊朗的飞弹给击中了，位置来看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地图上面，这个地方就是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了。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目前正在伊朗的这个攻击方面，已经造成了27个美军基地。以军的总司令部都遭到袭击了。当中，我们来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美军基地，不管是在科威特的，或者是巴林的，这个拥有美国的海军第5舰队的这个空军基地，还有卡达跟在阿联的空军基地，目前都是在被袭击的哦。那么更难堪的是，我们也要来看到，包括了美国驻科威特的使馆，还有在利雅得的大使馆，也遭到伊朗无人机给袭击了，几乎都是全面被命中的。美军的防空系统难道真的出现了裂缝吗？还是伊朗它真的已经找到了突破美国防御的一个战术密码？委员怎么解读？所谓的美国的防空系统，它本来就不可能是100%的这个拦截成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了。哪怕它能够拦截到85%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算能够拦截到90%，这代表还有10%可能会击中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美国所有在波斯湾地区在周边的这些机构啦、基地来讲哦，它绝对不可能因为有防空系统就100%的安全哦，包含以色列也是如此。那么其实这一场这个中东的大战哦，就是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几乎是灭国战争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美国就陷入了另外一个绞肉机里了。就美国过去曾经把乌克兰俄乌战争当作了俄罗斯的绞肉机，他希望借着俄乌战争来削弱这个俄罗斯的国力哦，削弱俄罗斯的军力，影响他的财力哦。但是这一次，美国莫名其妙的这个被以色列牵入了这一场这个伊朗的灭国之战的时候，美国自己就陷入这场战争了。所以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看的，大家在算的，就是你美国还剩下多少飞弹呢？你还防空系统还能不能够这个补给得上哦？包含你美国现在的这个轰炸的炸弹也好，你的这个相关的什么战斧飞弹也好，你到底还剩多少？就美国如果真的像这个川普讲的，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他欠我们台湾的飞弹早就该给我们了，怎么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呢？更重要的是说，你光到今天你就会发现说，甚至连波斯湾的国家都出来这个对美国有维持了，他说我的防空系统的飞弹已经快用完了，你怎么都不补给呢？你该补上来的你为什么都不补上来？所以显然看起来，美国自己的这个口袋没有像川普讲的这么深了。那当然，川普走夜路吹口哨，他总是要胡乱一下的。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看起来，美国并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你更不要讲说所谓的防空系统，你是3枚打1枚啊，就3枚这个爱国者飞弹，你要拦截下来1枚啊。那3枚爱国者飞弹是多少钱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伊朗这一次采用的这个战略，你说千刀万剐也好，你说慢火细蹲也好，他第一时间所出手的大部分都是无人机耶，他不见得是这么快就把它导弹全部打完了。你看到很多地方都是以无人机来担纲的，对伊朗来讲，它的无人机可能比它的导弹飞弹更多哦。那么用相对来说比较廉价的这个攻击的武器哦，去消耗掉美国跟他这个美国的基地使馆，还有这些周边的这个美国的这些盟友们，他们的防空系统的飞弹，这对伊朗来说是一个聪明之举啊。那另外一点，当然外界也有解释说，伊朗没有打算一开始下死手啊，他只是想让美国知道说，这样的战争打下去对彼此都不利哦，他希望美国能够停止下来。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现在伊朗所使用的相关的武器还没有用到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点名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比较精密的、比较这个准确的武器，那也就是说，如果伊朗采取这样的步骤属实的话，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他用相对低阶的武器去消耗了美国高阶的防空飞弹，然后等时机到了，他再拿他的高阶的武器来清理战场哦。那么那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绞肉机里头了。接下来你就要看美国的军力、美国的财力，然后如果连美国还要打地面战的话，那就是美国的人力通通都要一起消耗在这场战场里。
对，所以看起来这场战争接下来会进行的就是一场比较长期的消耗战。其实这也是伊朗他自己的策略。伊朗这次祭出的策略，就刚刚我们提到，就叫做千刀万剐的一个消耗战。其实这个消耗战是美国他在中东经营30多年来第一次碰到这种比较高密度，接下来的一个长时间的消耗战。这个伊朗使用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刚刚委员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一开始他就先祭出这些成本比较低的，不管是无人机啊、火炮或者是这个飞弹，先做发射，消耗对手的一些拦截的库存之后，再发射一些比较高价的武器，或者是甚至现在传出是不是使用高超音速武器等等。那经济学人是这样形容的，他说这个叫做用法拉利去拦电动自行车。现在以色列它祭出的这个防空的武器，不管是爱国者萨德跟剑士3型，拦截率以色列说可以到达90%，但是呢，这个消耗量还有包括这个成本，我们现在也把数据调出来看，真的是差的非常多。刚刚特别讲到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无人机，一架大概成本是落在2到5万美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拦截的成本，以色列的方面必须花费400万美元，对于以色列来说，其实压力非常大的。更不要说现在伊朗手中还有统计起来大概2500枚的弹道飞弹跟数万台的见证者无人机。外媒直接做了一个预估，接下来美国还要消耗多少钱呢？因为第一天的轰炸就烧掉了7.79亿美元，换算新台币247亿元，每小时等于1小时就烧掉了新台币大概10亿元左右。所以总个行动加起来，现在外媒估算美军会消耗的经费高达了6.67兆元，千刀万剐的这个伊朗所使用的这个消耗型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美国、以色列挡得住吗？舰长又怎么看？如果我今天是伊朗的决策者，我是高层我要打这场战争的时候，所有要讲我要怎么打这场战争它一定是以己之长，我有什么长处，攻彼之短，它的什么是短处？那以伊朗跟美国这两个国家比，我很快的跟你比一下，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国家在这场战争他们各有什么长处短处。美国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武器啊、精良啊，他说到很多那是他讲，好吧？但是呢，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记住民主国家，越是民主国家的叫做集体战斗意志，其实是越差的。你去看，好比说北韩打仗，谁会反抗？谁会说不要？谁会去街上游行说这个反对继承人？不可能的。但美国会，美国打越战打到后来，你看全国都在那里，就是反战，对不对？所以美国这种国家他第一个选民要检验，第二个他不耐久打，一打久人民就抱怨了，而且你不能死人，你一死人，你看哇，那个媒体在做报道，这个东西给他出殡什么的，大家看到都会觉得。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打仗？为什么要死掉？可是各位，伊朗呢，他是神学政权，他是靠信仰。我告诉你，他一点都不怕死。他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说明天告诉你说他们总共死了大概15000人，你认为底下会有很多人站出来反战吗？在伊朗不可能，他反而会激起一股仇恨，我们要跟美国去拼了。所以说这两个东西的第一个就是差在这里，就是伊朗不怕牺牲，美国怕。因为美国要选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千里迢迢而来，大兵，哪有一天要耗多少油啊？伊朗呢，就在我家自家的院子，所以呢，只要拖，美国就一定败，因为你要支撑多少。那我呢，我就在原地啊，我就在那里等着，慢慢的跟你耗。所以你知道，伊朗一定是采取了一个，就是我跟你耗下去。然后第三个，你知道。这个弹药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美国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因为美国刚经历俄乌，它提供多少弹药？那以巴的冲突，那它提供的是更多的弹药。这些弹药不是说，现在我缺很多弹药，那这样子好了，你是弹药生产商、飞弹生产商，你加开一个这个生产线好不好？他怎么加开生产线？我今天加开一个生产线，你这边要投资多少钱？投资完毕之后，这场战争打完了，那我加开生产线，弹药卖给谁？他们想得很远。所以不是说你说，我要紧急加班加生产线就能加生产，它的量就是这么的大。那美国已经经历太多的这个消耗了。然后大家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军售一直延宕？你知道吗？因为就美国的立场而言，他永远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对，你台湾排在后面，
如果日本打起来，日本又排在你台湾前面，因为他那里有好多的美军呐、韩国打起来也在你前面，菲律宾打起来也在我们台湾前面，因为菲律宾也有8个9个的美军基地。台湾有没有美军基地？没有，所以你的排序是很后面的。当我们的生产是足够的时候，而且都不知道该卖到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会送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去催他也没有用。对他而言，我先看看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你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去抱怨美国，你不要抱怨他。对，因为他的国家利益有一个排序，台湾不在这个排序的前面。对，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针对这个中东的战事，他心里面有一个排序盘算，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韩也都很紧张。就如舰长刚刚帮我们看到的，日韩都在抱怨说，那你美国现在都把你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你的舰队都转到中东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这是来自于日韩的最新说法。日本的国会南韩都已经开始焦虑了。那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说大家不要担心哦，我们美国呢这个弹药几乎是无限的，可以永远的打下去，立刻说完就遭到美国国会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打脸，美国智库直接的做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我们这边在拦截的弹药方面消耗的速度是远高于补充的速度的，而且呢海基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被大量的使用，产能的补充还要好几年的时间呐、官员还私下的坦言说，光是过去几天就消耗掉数年的一个产量。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川普他说这些话到底是在吹牛，还是在稳定军心呢？那干哥又怎么看？2次海湾战争，你知道美国打掉多少战斧巡弋飞弹 ？BGM-109是美国远征最重要的前行攻击武器，总共打掉1000枚。你知道搞了多久才补回来吗？10年。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战舰，它不是战机，它的优先项目是在第2、第3、第4后面的，所以打掉这些飞弹之后，这是美国最先进的飞弹，那怎么办？慢慢生产回来，加上美国又不景气，好不容易才补回来，这次你看一打，又打得快光了。我坦白讲一句，不是美国没有钱能够生产，而是它已经没有那样的工业能量。如果交给中国来做的话，很快1个月就可以补齐了，但是问题是美国没有这些熟练工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在越战高峰的时期，1968年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美国派驻在越南的战斗机不够了，从哪里调？从台湾调。台湾调什么？调 F5自由斗士式，先去补越南战场。为什么？因为这飞机小轻，可以对地攻击越共，所以叫我们赶快先借20架过去。我说我们台湾怎么能随便借你飞机？开玩笑，我们面对的是对岸的敌人，是中国大陆那更大的那个敌人。然后美国说没关系，这一趟打完之后，我就给你更好的 F51比 F5A 还要好。结果你知道，我们就真的美国是大哥，我们就真的借了20架给他，没有还过啊。没有还以后也就算了，过了5年我们才拿回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让台湾来生产。我跟你讲，美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预算跟估量的，它到底能不能够让你觉得说，我这个交易是什么？是划算的？你不知道，所以日本跟韩国现在最害怕，为什么？眼睁睁看你美国就已经打成那样了，那等一下你就会从亚洲调啊。亚洲第一个掉的是谁？韩国庆尚北道的那个爱国者飞弹，走什么？走去赫姆兹海峡。对。然后呢，那个卡达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快打光了，来，一样也是由韩国的那个萨德防御系统来补充，从美国运来太慢了。我跟你讲，韩国会吓死。日本呢？好，日本的前沿基地、冲绳的基地，他们那边的防空飞弹也要往中东去调。我跟你讲，日本跟韩国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啦，说不定到时候还动脑筋动到台湾身上来。难怪我们现在最近股市会大跌。好，我最后讲一个什么？讲一个，我告诉各位，爱国者飞弹刚刚讲的1枚400万美金，去打那个5万美金的见证者无人机，你觉得划算吗？我告诉你，美国还是在这样打，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他的战略的守则里面去做他觉得正确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那个叫不对称战争，有钱人才打得起来。
川普你再大话，我看你什么时候就会发现说，哇，库存光了，没得打，没得打，要用什么方法呢？核子武器吗？不可能嘛！看你怎么下台阶。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寄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位，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
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个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
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然后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忙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鲁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今天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的 IRGC。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站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
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哦，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陪葬啊，全世界一起来陪。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